锦，你个死丫头，给老娘滚出来！这破屋分给你住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你还想赖着不走？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你爹不在家，这个家我做主，破屋归你，再给你2两银子，往后你跟苏家再无瓜葛。娘，您就是心太善，换了别家，早就把他赶出去了。还有，苏安那小子得留在主家，好歹能干活抵饭钱，跟着他这个废物姐姐，早晚饿死。王婶子，哦不，现在该叫你一声后娘。你说分家，行，那就好好分。我娘当年嫁进苏家，嫁妆单子还在李正那里存着底，红木箱子2对，银镯子4只，棉被6床，压箱底的银子少说20两。这些东西，如今在哪？我娘过世后，这些嫁妆按大燕律法归我爹和我，可我爹老实，东西全落你手里了。这算不算私吞原配嫁妆？要不要我们现在就去李正那里好好算一算？可不是嘛，苏锦他娘的嫁妆，当年可是村里头一份的。这王世熙也太黑了，吞了嫁妆还想把俩孩子赶出去。你胡说什么？那些东西早就变卖了补贴家用了。补贴家用？各位叔伯婶子都在，大家看看，苏家主屋去年翻新用的青湾瓦，婉儿头上这根银簪簪子，补贴的是谁的家用？今天我话放这儿，分家可以，母亲的嫁妆折现还我，弟弟苏安跟我走，否则我们就去李正那里见官，把你这几年干的那些事儿一笔一笔掰扯清楚。我什么？后娘，您考虑一下，是现在痛痛快快的吐出来，还是闹到李正那儿？您自己掂量。5两银子，再加村东头那3亩薄田，够了吧？苏安也跟你走，往后你们饿死了别来求我。后娘慢走，不送。锦丫头，好样的！姐，别怕，以后姐养你。丁，万物兑换系统激活中，检测到宿主身份苏锦，检测到环境大燕皇朝，系统适配度100%。宿主是否接受绑定？宿主是否接受绑定？倒计时10、9、8，接受。丁，万物兑换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苏锦，所在世界大燕皇朝，核心规则已载入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请查收。温馨提示：积分不可直接兑换金银，望宿主好自为之，自力更生。这句不用你提醒。够了。姐，好香啊！去洗手，马上开饭。什么味儿这么香？锦丫头，你做饭啦？张婶儿，您尝尝。锦丫头，你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从前你连灶台都不碰，现在居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日子总得过下去，往后还得请您多照应。善意行为，积分+1。首次种植任务已发布，让荒田亩产翻倍，时限1季，奖励积分500点，失败惩罚扣除积分300点，系统商城封闭30天。荒田，这不是荒田，这是我的聚宝盆。哟，还真在那荒地上折腾呢。娘，您看他那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种的是什么金豆子呢。种出花来也没人要。就这破地，村里谁不知道？荒了多少年了，神仙来了也种不出东西。后娘，您挡我光了。
锦丫头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明儿我帮你搭把手。小安放学回来先在我那儿吃，你别操心。婶子，我教您做个东西，白菜膀子别扔，洗净晾干，用盐和花椒搓了码进坛子里，压块石头腌3天，拿出来切丝，拌上我配的调料，保准好吃。善意行为积分+1。这是锦丫头的地，这才几天，苗都出这么高了。我家那地种了10天了，还没他这3天长得好。这丫头别是真有什么门道。锦丫头，奶听说你那地种的可好了，你这孩子有啥好法子，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？咱可是一家人。奶，您这话说的，当初分家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？分了家就是2家人，各过各的。我这荒地上种点东西，哪好意思拿去烦您呢？中了毒，紧急任务触发，救助眼前之人，难度评估高，奖励积分1000点，是否接受？箭毒，伤口感染，失血过多，按这个出血量和感染程度，普通草药根本来不及。紧急任务救治眼前之难度评估高，时限2刻钟，奖励积分1000点，但此人若死，后续重大剧情线仍将永久关闭，是否接受？接受。丁，任务已接受，建议兑换物品：外伤急救包50积分，广醒解毒丸80积分，是否兑换？贵，兑换。你是谁？救你的人。别动，伤口刚缝好，裂了我还得再缝一遍。头儿，那姑娘把王爷背走了。她刚才拔剑用的那些东西，属下见都没见过。他解了王爷的剑毒，那毒是北边来的。太医院院正柳太医去年会诊时亲口说，这方子已经失传了。远远跟着，别惊动。他若是对王爷不利，就出手；若是救，就让他救。姐，这是谁？远房亲戚，路上遇着山匪，受了伤。小安，去帮姐烧壶热水。行了，烧退的挺快，底子不错。你用的什么药？山里采的，祖传方子。别看了，再看我也不会把方子写给你。药趁热喝，凉了药效减半。这个女人不简单。你一个人带着弟弟住这破屋，家里没有别的亲人？有啊，爹还在，后娘和季姐也健在，祖母身子骨硬朗得很。那怎么不见他们管你？分家了，一间破屋2两银子，往后各过各的。你这一手医术跟谁学的？祖传的，我娘家里行医，留了几本医书，自己琢磨的。怎么，公子对我的来历这么感兴趣？你那几本医书能借我看看？公子，病化就好好养病，别跟大夫耍心眼。您这伤再过3天就该拆线了，到时候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我就是个村姑，您是谁跟我没关系。伤好了就走。苏锦，你个不要脸的丫头！我听说你在屋里藏了个男人。好啊，分家出去才几天就学会养野男人了，你爹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娘，我说呢，怎么分家了还那么硬气？原来是有野男人撑腰。你出来，让大伙儿看看你屋里藏的是谁。后娘，您这消息倒灵通，我救了个受伤的过路人，
怎么到您嘴里就变味儿了？您是不是觉得泼脏水不用本钱，想怎么泼就怎么泼？何事喧哗？各位叔伯婶子都听见了，我苏锦在大伙眼皮子底下过日子，每天早出晚归种田做工，路上碰见一个中了箭受了伤的人，我给他缝了伤口救了命。我救的是人，后娘泼的是脏水，谁高谁低，村里人自有公论。可不是嘛，锦丫头天天在地里忙活，哪来的什么野男人？王家媳妇这张嘴也太毒了。你刚才那个眼神挺厉害的，练过？长得凶而已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王爷，属下来迟，请王爷降罪。朝中如何？赵家封锁了消息，说您遭遇山匪不幸遇难，属下日夜追查，直到昨日才找到您的踪迹。此地不安全，请王爷随属下速速回京。这里比京城安全，再留2日。伤口还需换药。是，属下在暗处随护。检测到关键人物身份解锁，萧恒，大燕王朝摄政王，权倾天下，寒毒缠身。后续重大剧情线已激活，摄政王治疗线、朝堂斗争线、女主命运转折线。喝了。王爷也好，平民也罢，伤口还没拆线，先把药给我灌下去。王爷也是人，受伤了也得吃药。这碗药趁热喝了，凉了药效减半，别浪费我熬了1个时辰的功夫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你治好了伤砍我脑袋？你要砍早砍。药喝了，路上吃，1天1副，巩固疗效。伤口虽然拆线了，7天内别碰水，别使大力气。日后有难，凭此牌可到任何家商号求助，无论多大的难。行，那我收下了。路上小心，别逞强。你那身体底子虽然不错，但失血那么多，回去至少再养半个月。叮，紧急任务，救治眼前之人已完成，奖励结算，基础积分1000点。检测到救治对象身份特殊，大燕摄政王，隐藏成就，贵人之源已解锁。额外奖励：百草纲目珍稀卷1本。百草纲目珍稀卷已发放至系统仓库，宿主可随时翻阅。检测到宿主具备种植基础条件，建议合理搭配温室与高产种子，可在冬季实现反季节蔬菜种植。该方向预计可大幅提升经济收益，并获取额外积分。知道了。王爷，属下这就去请太医。属下这就去请太医。站住！去查清楚那个村女用的药、药方、药材来源，一丝不漏。是。成了，系统兑换的香料配方果然不是凡品。这种风味，别说这个村子，就是整个大燕朝都找不出第2家。锦丫头，这东西也太好吃了，比镇上杂货铺卖的可强了不止1星半点儿。这配方你哪来的？又香又脆，光闻着就馋人。我娘留下的老方子，我改良了一下。婶子们觉得这东西拿去镇上卖，能有人买吗？傻丫头，这要是没人买，我把这陶缸吃了。
姑娘，你这腌菜还有吗？我们掌柜的闻见味儿了，让我请你过去。姑娘，你这3样腌菜，我醉西军全都包了，每月5两银子起，日日供货，有多少收多少，你可愿意？检测到首笔商业订单，隐藏成就，第1桶金进度已达80%，建议宿主签订独家供货协议，以锁定长期收益。成交。娘，苏锦，我看见苏锦了。他从醉仙鸠出来，手里攥着钱袋子，鼓鼓的。他肯定在跟醉仙球做买卖。那酒楼可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。鬼叫什么呢？你瞧清楚了，看得真真切切。娘，那死丫头分出去才几天，又是种地又是做买卖，她哪来的那些本事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分家了又怎样？他姓苏，他赚的钱就该归苏家。我找你奶去。娘，你要干啥？奶、大伯、后娘，这一大清早的，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锦丫头，我听说你在镇上做腌菜生意，还跟大酒楼签了契。你把腌菜的方子交出来，让你大伯娘和你后娘来做，往后赚的钱一半上交宫中，剩下的你自己留着。就是你一个丫头哪会做什么生意，交给家里打理，你等着分钱就得了。锦丫头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钱攥在你手量，早晚得败光。奶，您说得好，可我得问一句，分家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什么？1间漏雨的破屋，2两碎银，3亩连野草都长不暖的薄田，我娘留下的嫁妆、田契、银子，全被后娘吞了。大冬天冷风灌进屋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，我的好祖母、好大伯、好后娘，你们谁上门看过一眼？现在我在地里刨食攒了点辛苦钱，你们倒是齐等着来了。奶，天底下没这个道理。哎呀，我老婆子活不成了，亲孙女赚了钱，连亲奶都不认。张婶，麻烦您跑一趟，请李正过来。好。都别吵！苏家婶子，你先起来，有话站着说。徐礼正，你给我评评理，我孙女做买卖赚了大钱，连我都不管了。行了，锦丫头，你说。许爷爷，这是分家文书，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我苏锦净身出户。今天这几位堵着我的门，要我把做生意的方子交出来，还要我往后赚的钱一半上交。我就问一句，这分家文书上的字还作不作数？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分家之后，苏锦的田产房产归他个人所有，与苏家本家再无瓜葛。苏家婶子，你们要他的方子，要分他的银子，法理上站不住脚，情理上也说不过去，都散了吧。哼，慢走，不送。小安，谁教你的？姐，没人教，我学堂外面蹲着郑先生听，我在外面记。这几个字是我在地上磨了好几天的。检测到关键人物苏安天赋觉醒，长线任务已解锁，培养1名学子，考取功名，首次阶段性目标通过县试。骂你干什么？想读书是好事，从今天开始，姐供你上学。哟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哼，该不会是送你那傻弟弟去读书吧？正是。你还真想供他读书？不出3个月，你俩就得夹着尾巴从学堂滚回来。后娘，您还是操心操心您自己吧。小安将来是要戴官帽的人，您的篮子里的鸡蛋要是碎了，可比供个读修生还让您心疼。既是要进我的学堂，我先考料考考他的底子。孩子，你过来。先生好。可曾念过？回先生，没正经念过，但我在学堂外面听人背过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你接着背。性相近，
其乡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孝于亲，所当执。这首诗我方才念了一次，你来重复。老夫教书30年，过目不忘的孩子只遇过2个，前一个如今在京城做翰林，这孩子是块璞玉，老夫不忍以俗价待之，束修减半。以后他每日来读书，中午跟老夫一同用饭，你不用另备干粮。先生大恩，苏锦记在心里。先生，这是我自家做的酱菜，不成敬意。往后先生想吃什么腌菜酱菜，尽管跟苏安招呼一声，我隔日就送来。好，这拜师礼老夫收了。这些改良不需要现代材料，木头、竹子、麻绳就能实现。以这个时代的工艺水平，完全做得出来。这密度和手感，在这个朝代的土布里是碾压级别的。光我一个人织有什么用？锦丫头，你那织布机真能织出好布？婶子，你们出力气，我出机子出棉纱，按件计酬，每织1匹达标布，我付你们30文工钱。一个熟手2天能织1匹，1个月下来就是450文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织出这么板正的布。锦丫头，这是给我们的。按说好的，1匹30文，童叟无欺。检测到宿主已改善10人以生活，积分加200，解锁成就徽章香菱之光，当前总积分1050点。金丫头，这批布我每尺比市价高2文，全部包了。沈掌柜爽快，不过我先说好，我只跟你一家签，但供货量你得有个保底，不能让我的织人们有空档期。金丫头，有件事我得提个醒。府城最大的布商锦绣坊已经派人来镇上了，他们问过我你的来历，我没说，但以锦绣坊的势力，找到你是迟早的事。锦绣坊的东家姓赵，跟京城那边有勾连，这些人心黑手狠，你一个姑娘家得留个心眼儿。多谢沈掌柜提醒，我心里有数。锦绣坊姓赵，朝堂上那股跟他对着干的势力也姓赵。如果真要动我的生意，我也不会坐以待毙。苏姑娘吧，在下姓钱，是府城锦绣坊的管事，冒昧登门讨杯茶喝。苏姑娘，你这布确实好。锦绣坊在府城经营了10来年，什么样的织工都见过，但你这布的密度和手感确实独一份。我今儿来是想跟姑娘谈笔买卖，你这织布改良的法子，我们锦绣坊愿意出100两银子买断。另外，往后你织出来的布我们全包了，价格好商量。钱管事，方子我不卖。至于布，我的布已经跟镇上沈掌柜签了独家供货契，恐怕没法再供给你们。哼，沈掌柜一个镇上的小商号，能给你多少价？我们锦绣坊能给你的比他多得多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该知道跟谁合作更有前途。我跟沈掌柜签约在先，
做生意讲究的是个信字。苏姑娘，如果我们放出话去，不让别家收你的布，你觉得就凭你一个小作坊，织出来的布能卖给谁？钱管事，锦绣坊再大，也是在市场上做买卖。我的布质量摆在这里，沈掌柜的销路摆在那里。你们断我销路，断的是你们自己的财路。因为我的布只会越来越好，今天你不收，明天你求着收，我还未必卖。锦丫头，这颜色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。拿去府亭试水。这颜色是怎么染出来的？我从未见过。天水碧配我这身衣裳正好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别急别急啊，我给你留2尺。烦请秦掌柜帮我留2尺。检测到宿主自主研发创新产品并取得市场突破，积分加200，解锁成就徽章，织染革新，当前总积分1250点。锦丫头在吗？我们是隔壁村的，听说你们这儿做新布，想来看看能不能一起干。100两不要，独家气不怕，威胁不惧。他还搞出了新花色。是，夫人，那几样新颜色连咱们最好的染匠都看不出门道，要是让他继续做大，府城的布料生意恐怕不好做了。周嬷嬷，去给经理贵妃娘娘递个信，就说这边出了点意思的小玩意儿，怕跟摄政王那头有牵扯，问问娘娘要不要动用官府的关系，趁早掐了。查清楚了。回王爷，苏锦，年17，清河村苏家长女，叔母早逝，父亲续亲后被后娘和继姐苛待，年初分家，只得了村东一间破屋，3亩薄田，带着幼弟单过。分家后不到1个月，此女做了3件事：开荒种出高产玉米，做腌菜生意，与醉凶斋签了长期契，改良织布机，建了家庭作坊。如今带动周边10几个妇女一起织布。属下查访时，村中妇人对她交口称赞。还有一事，此女给您配的疗伤药，属下暗中请太医院药房检验。柳太医亲口说，这药的配付合理，君臣佐使的章法极为老练，有几味药的用法他从未见过。备马，微服。王爷，您的寒丁才发作过1次，柳太医嫡嘱咐备马。你种的，不然呢？地里长的。别人的都才齐腰，我地肥。你信？公子，您都站这儿了，不信也得信。要不要尝尝？再过10来天就能掰了，煮出来甜得很。你弟弟呢？上学堂了，严先生夸他过目不忘。要不要进屋坐？你这脸色看着比上次还差。不必。你怎么了？脉象怎么这么乱？我上次给你的药呢？快拿出来！找到了。张嘴，全吞下去。别强撑，气沉丹田，顺着药力走。寒毒入骨，非一剂一方可解，需分3阶段施治。1阶段温经塞寒，通脉回阳，拔出经络浅层之毒；2阶段引毒归经，
将深入骨丝之寒邪引出至经络，3阶段扶正培元，以珍稀药引配合针灸彻底排毒。全程用药需精准到前，不可急进，亦不可迟滞。看出什么了？幼年所中，至少10年以上。下毒的人没想要你立刻死，他想要你慢慢熬，熬到骨髓被寒毒浸透，五脏衰竭，死得无声无息。而且，下毒的人在你身边，因为这毒不是一次投的，是分批分量，长期为味，剂量拿捏得很准。太医院这些年的治法，我猜是以压制为主，寒毒发作就用热药硬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刘太医开的方子，每年换一次。所以我说你们治错了方向，压制只是把寒毒从表赶进里，从经络赶到骨髓，越压扎得越深。我的思路是反过来，引毒外排，分3个阶段，先温经散寒，把浅层的毒素拔掉，再引毒归经，把骨髓里的寒邪引出来，最后扶正培元，彻底排净。整个过程至少小半年，中间不能断药。能治好？我不能保证完全治好，因为你中这毒的时间太长了，但我能保证，第一，至少延寿10年；第二，不会再频繁发作，剩下的看你身体底子。好，我让你治。趁热喝，这第一剂药是温经散寒的，喝下去骨缝会像针扎一样疼，忍着。别用内力去压，抱元守一，顺着药力把寒气往经脉末端逼。浅层寒气已退，今夜不会再发作。有劳。今夜好好歇着，明日得寻些活计。这破屋可没余粮养闲人。王爷，京中急报。说，赵贵妃今日联合3位阁老在朝会上联名上奏，弹劾您久不回京，图谋不轨，要求撤换辅政大臣。太后出面暂押，但阁臣们态度很强硬。再留1日。是。这棒子怎么这么长？这穗子比我家的粗了快1倍，粒粒都鼓鼓的，没一个瘪的。木产多少？按这片地来算，比咱们村最好的田翻了3倍。妈！许爷爷，我想请大伙儿帮个忙。今天收完这一茬，明天我腾出空地来，把堆肥和选种的方法原原本本教给愿意学的人。金丫头，你这话当真？当真。不过我有2个条件，头一个，学了法子的人
得答应往后互帮互助。第二个，不许欺负孤寡。村里几个孤老户，往后收粮季节得有人帮着挑担子。这话在理。谁要是学了紧丫头的法子，还欺负人，我头一个不答应。紧丫头，你看那边。正是那日在私塾外茶楼窗边打量苏安的中年男人，原来他就是本县的县令李大人。种植技术吗？选种、堆肥、间距等专业细节。备文上报府城，若此法能推广，可解一方饥荒。苏姑娘，上次你说的高产种植法，本县打算在清河村先行推广，由你担任农事顾问，官府提供物料，你出技术，增产部分官府统一收购，不让你白忙。李大人抬爱，农事顾问我可以做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要推广种植，先得把路修了。清河村到镇上的路，一到下雨就成泥潭。我请大人拨一笔修路银子，村里出劳力。修路本就是官府之责，这一条本县应了。第二，我要在镇上开正式商铺，不是摆摊，是正经挂牌的商号。我保证所有经营都按律面税，只请大人在经营许可上不要设卡。这一条也依你。第三，我的经营得罪了一些人，上次府城锦绣坊派人来威逼利诱，我请大人承诺，我的合法经营不受任何恶意打压。若有人动用关系来压我，官府能秉公执法。本县为官一任，若连治下一个合法经营的商人都护不住，这个县令也不必做了。苏姑娘放心，谁动你，便是与本县的政令作对。那苏锦就多谢大人了。你这小小年纪，能把一个村子的闲散劳力组织起来，比县衙的劝农司都管用。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。他们要养家，我要出货，谁也不欠谁。民女苏婉儿见过县令大人，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这麦子纺出来的纱可真细，比咱们村种的稻子还白呢。这位姑娘，这是棉纱，不是麦子。麦子是粮食，不能纺纱。另外，稻子是种在水田里的，麦子是种在旱田里的，这是2样东西。苏姑娘，像你这样既有手艺又有格局的不多。我有一位故交在京城，回头我写封信推荐你。不是走后门，是你这样的本事，困在一个小村子里，可惜了。大人厚爱，感激不尽。不知大人的故交是？至摄政王府长史陆志平，此女非寻常农妇，其才可用，其心可托。若有机缘，望陆兄代为引荐。明日发出，走官驿及地。苏锦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大家伙瞧瞧，这丫头自己在镇上开铺子赚大钱，她亲奶在家连口热粥都喝不上。这是什么天打雷劈的不孝女？这种没良心的人开的店，你们还进去买？可不是嘛！分家出去就不认亲了。老苏家养她10几年，养出个白眼狼。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奶，分家的时候您给了我什么？一间漏雨的破屋2两银子，我娘陪嫁的红木箱子、银镯子、压箱底的银子全被后娘吞了。这事儿李正白那儿白纸黑字登记在案。今天我开铺子，靠的是自己一双手，起早贪黑挣出来的。您来喝我，请您进去喝茶；您来砸我的场子，那我只能请街坊们看看这2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。一间破屋2两银子就把亲孙女扫地出门，现在人家开店又来哭闹，老脸还要不要了？
让各位见笑了。今日开张，所有货品9折，润颜膏买3赠1。这方子姑娘从何而来？祖传的，自己又改良了几道。我要买断这个方子，你开价。夫人，我方子不卖，只卖成品。您若是喜欢，往后可以常来买。王妃还等着呢。锦丫头，刚才那位夫人出手可真大方，把咱们的润颜膏全包了。你瞧她那架势，准不是一般人。张婶儿，往后咱们店要是再有外地口音的客人来，您多留意一下。周嬷嬷，这趟去南边可淘到什么好东西了？回太妃，旁的倒罢了，只一样东西，奴婢觉着您一定喜欢。这倒比宫里那些脂粉好用。哪儿来的？清平县一个小镇上，一个姑娘自家做的。奴婢想买她的方子，她说不卖，只卖成品，倒是个有脾气的。有脾气好，没脾气的人在这世道也立不住。清平县令李明达来信，极力推荐一名民间女子，说她改良种植法，使亩产翻了3倍，又革新织布技术，带动一方产业，且在村中扶助孤寡，颇有声望。此人名叫苏锦。李明达那人我知道，不轻易夸人。他既这么写，那便是真有其事。王府商号在清河县那边不是正想找个可靠的布开烘商吗？以商号的名义去联系他，就说王府愿意出资帮他在府城开设分店，正常买卖，不必提我的名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王爷，属下查明锦绣坊背后确是赵家旁支产业，赵家主母已派人进京向贵妃递了消息。赵家盯了多少年了？总算露出马脚了。传信给苏锦，让王府商号出面在府城为他开分店，派2个得力的人过去，既是以商护商，也是以商引人。是。锦丫头，京城来的信，说是什么王府商号，要跟咱们合伙在府城开分店。这可是王府啊！锦丫头，王府跟咱们合伙得多大的体面？往后谁还敢找咱们的麻烦？张婶，回信答应他们，条件我们出，不卖方子，不卖身契，只谈合作。你这个商务合作，倒也绕得够远的。太妃宫里传出来的，说是青云县一个村姑做的。贵妃上次让查锦绣坊那条线的事儿，跟着做膏子的人是同一个。清平县一个农女，又能种地，又能织布，还能做药膏。查清楚这东西是谁做的，从哪儿来的，背后还有谁。如果跟摄政王有关系，就更要趁早毁掉。掌柜的呢？叫你们掌柜的出来！我娘子用了你这破膏，脸上起了整片红疹，又痛又痒，大夫说弄不好要留疤。你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本公子就报官封了你的店。我就是掌柜，公子有事。瓶子是苏记的，但气味不对，掺了极淡的鱼腥味。公子说这是用了我家润颜膏才起的疹子。废话，昨天刚买，昨晚抹上，今早脸就烂成这样，你说怎么赔？好，这位娘子，劳烦你过来。烦请就着这盆水，把你脸上的东西洗干净。怎么不敢洗？我帮你。赵公子，我不管你是自己来的，还是有人请你来的，今天的事我不报官。
是给你爹留一分面子。但你记住，我苏记的东西凭的是真材实料，谁想往我招牌上泼脏水，最好先把脸上的胭脂洗干净。老赵家的儿子竟干这种下作事儿，为了讹人，连这种招都使得出来。那个赵家小子我知道，他爹开了2间杂货铺，连我都不敢这么放肆。他倒好，被人当枪使了。你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？苏婉儿，你那个季姐，她还真不消停。金丫头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。商会上我沈某说句话还管用，明天我就让人放出话去。往后谁跟苏记过不去，就是跟我醉仙居过不去。苏记的东西，谁砸招牌，我沈某第一个不答应。沈叔，这杯敬你。丫头，你不知道，你这大半年干的事儿，咱们镇上多少老商话看着都服气。一个小小的农家女，硬是靠本事杀出一条路来，这种人商会互定了。我知道苏锦的弱点，他最在乎的是他那个在私塾读书的弟弟。我可以帮你们对付他，条件是事成之后让我加入赵家，只要能把苏锦踩下去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。听闻令弟聪慧，此物或可一用。姐，这是那个王爷送的。他说你聪慧，东西给你用，好好练字，别辜负了这份心意。姐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像王爷那样有本事，然后护着你。按时吃，别偷懒。王爷，这位赤马，老臣只在古籍上见过图谱，此药极难采得。太医院药库30年来未曾有过实物，那位姑娘竟能弄到。锦绣坊，从东家到账房，从府城到京城，查个底聊。他们不只是针对一个农女。他们在布局，布一个针对本王的局。府城暗桩增至6个，苏记分店周围加派暗哨。苏锦若少一根头发，提头来见。锦丫头，府城那边出事了，分店被官府封了，说是货物来路不明，扰乱市场，全部查封充公。张手，帮我备一身干净衣裳，我这就去。苏姑娘，查封是照章办事，有人举报你的货品来路不明，本官不能不查。查清楚之前，货不能动，店不能开，这是规矩。你先回去等信儿。大人，我的所有货物都有合法进货渠道勾税凭证和质量检验记录。您说的有人举报，能否告知举报人是谁？举报内容具体是什么？举报人的身份不便透露，
至于内容嘛，本官尚未核实，不便细说。那大人什么时候能核实？我的店被封1日，便是10两银子的损失，伙计们等着开工养家。大人既然照章办事，章程里总有办案时限吧？短则3月，长则半年。府城的事儿多，得排着来。孙大人，我的货没有来路不明，我的店没有违法经营。今天您能查封我，明天别人就能用同样的手段查封其他守法商户。大人为官一方，总不希望府城商圈人人自危。苏姑娘，本官好言好语跟你说话，你倒教训起本官来了。出去，等查清楚了自会通知你。大人，摄政王府的人来了。摄政王府首令：苏记百味坊为本府特供商户，其所经营腌菜、布匹、护肤膏等物，均经王府核验，来源合法，品质上乘。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目无故刁难、查封、滋扰。王府已备案核查，苏记货品即日归还，店铺即刻解封。违令者，以妨碍王府公务论处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只是个农家，一个小商贩。摄政王府的手令已经公开将我与销魂绑在了一起，我卷进去了，再无退路。一个农女，摄政王竟然为了一个农女，连王府手令都动了。既然摄政王亲自下场，那这个苏姐就更留不得了。闻苏姑娘善医，本王救急千言，特邀姑娘进京一诊。屡次所需已备，沿途有人照应。好，我安排一下就走。这次外出，家里闹翻，叔叔婶子们照看了。这就是那个村里来的，长成这样也敢来给王爷瞧病。一路可顺利。顺利，手放上来。你没按时吃药，政务繁忙，命都没了还忙什么？第2阶段少服了1剂，脉象告诉我寒毒回弹了2分，你自己说漏了几副？2副。萧恒，治你这种病就像打仗，你打一半撤兵，敌人只会反扑得更厉害。这药12副。我按天分好，你身边的侍从盯着，1副都不许漏。今晚住王府。你请我来的，当然你安排。已经安排了东院客房，离我的院子近，方便看诊。借口。有个乡野村姑竟敢越过太医院，直接给摄政王治病。备轿，把方院判郑太医都叫上，老夫倒要看看这女娃娃有多大本事。是。姑娘，老夫听闻你正在为王爷诊治，王爷的寒毒，太医院治了10年未见根助，你一个年轻姑娘，师承何人，用的何方？我师承家母，学的是野路子，方子是我自己配的。这是王爷接受治疗以来所有的诊脉记录和用药明细。柳太医若有疑问，我们今天可以当着王爷的面公开辩证。
这脉象描述比太医院的病站还细致。太医院10年来的用药方向，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用温燥制药压制寒毒？压制，好比把寒气从经络往骨髓里赶，实际上病根越扎越深。我的思路是反过来，引毒外排。第一阶段温经塞寒，打开通路；第二阶段引毒归经，把骨髓里的寒邪拔出来；第三阶段扶正培元，彻底清除。每一步用的药走的经络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天南行，这是有毒的药材，你居然敢贸然用在如此关键的位置！天南行确实有毒，我用的是胆天舒，以丹心盐分拌入牛胆吃，经9蒸9晒炮制减毒，毒性已去。这是炮制记录。姑娘，你的脉案比太医院的还细致，药理分析挑不出毛病。太医院的方向确实错了，老夫愿配合你试试。这寒毒若能解，我太医院上下都欠姑娘一个人情。那就请柳太医帮我盯着王爷，别让他再偷懒漏药了。一个农女住进摄政王府，摄政王为了给她撑腰，连王府手令都发了。好啊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她一个乡下丫头能在京城活几天。去，给几位阁老夫人送帖子，就说本宫近日新得了些上好的胭脂水粉，请他们来赏花品茶，顺便认识一位从乡下来的贵客。贵妃娘娘新得珍品牡丹树珠，特邀苏姑娘入宫赏花品茶，共话风雅。赏花是假，验货是真。赵贵妃想看看能让摄政王连发手令护着的农女到底是个什么人物。这位就是苏姑娘吧？本宫听说了你不少事，心里好奇，今日特意请来坐坐。来人，给苏姑娘看座。今日难得人齐，不如行个雅令，也添些趣味。苏姑娘，大家都献了艺，你也来一展才情吧。琴棋书画，挑一样拿手的。我不通琴棋，但略懂医理和经营。倒也难怪，毕竟是乡野出身。娘娘说的对，我确实出身乡野，但我种的粮食能让百姓吃饱，我做的药膏能让娘娘们容光焕发。在座各位有不少人用过我苏记的护肤膏吧？我用过，上个月买的，抹了大半个月，原先起皮的地方全好了。我家小姑子也买了，说比宫里赏的脂粉都好用。我府里也订了好几瓶，分给几位姨娘，都说好。那款润颜膏确实不错，我用了半月，脸上的干纹都淡了不少。贵妃娘娘的气色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贵妃娘娘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改日登门请教护肤方子，这上特有的温色与圆和，好好可评了。苏姑娘，太妃娘娘有请。那个赵贵妃今天摆的这出戏，本宫在帘子后面从头看到尾。她平时在后宫嘴皮子离散得很，今天能被你一个年轻姑娘堵得说不出话，本宫看着解气得很。这丫头，我喜欢，恒儿眼光不错。苏姑娘，清平县来的急信，令弟苏安高中县试按手。哭了。我没哭，是柴火熏的。苏安，按手，你这弟弟比你还会打脸。
长线任务：培养一名学子考取功名。第1阶段县试通过，奖励结算，基础积分800点，因超额完成，额外追加奖励。珍稀药材配方1份。核心药引：千年雪莲，产地：北境雪山。北境是赵家的势力范围，我要救萧环，就必须去赵家的心脏地带，取走他们眼子底下的东西。哟，这不是分家把孙子闺女扫地出门的老太太吗？当初1间破屋2两银子，连亲娘嫁妆都吞了，现在人家出息了，你们来贺喜了，脸呢？我来看我孙子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挡道？哼，孙子，分家文书上写的明白白，苏安跟他姐过，这1年多你送过1粒米没有？现在倒来充亲祖母了。人家苏安是靠姐姐供出来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苏安聪颖过人，勤奋有加，按守之实至名归。府学教问乃本县同年，苏安若能入府学，3年后乡试可期。此事本县已修书联络，待你回信便定。千年雪莲只产于北境雪山，第3阶段要彻底拔除骨髓里的寒毒，这是唯一的核心药引。我亲自去。北境是赵家的老巢，赵家在北境经营3代，处处都有他们的人。你一个女子去他们的地盘上找药，是羊入虎口。那你的寒毒怎么办？第2阶段能管多久？你心里清楚，半年，最多8个月。药效一过，寒毒反扑，就算有雪莲也来不及了。我可以派人去找。你的人认识雪莲吗？知道什么季节采摘药效最强吗？小姐，你的命我既然接手治了，就要治到底。让暗卫统领亲自带队，6个人一个都不许离开你身边。每日传讯回京，若有异常立刻撤离，这是底线。那便是北境雪岭，千年雪莲只在雪线以上的冰原岩缝里生长，10年也未必能遇上一株。这个季节山高路滑，采药得冒极大的险。辨识信号弹，应对关键时刻。这次准备充足，当前积分余额510点。姑娘，瞧那边。千年雪莲，最后一步了，终于有救了。萧环的毒，姑娘，往山上走，别回头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小娘子，有人把你的行踪卖了个好价钱。你那个继姐苏婉儿，为了能嫁进我们赵家，可是连你的底裤都卖了个干净。苏婉儿，姑娘，走！把雪莲交出来，也给你留个痛快。谁敢动他？小伤不碍事。那双能在千军万马中稳稳握弓的手，竟然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此刻给我包扎伤口时，手微微发抖。那双极其深邃的眼底，褪去了所有的冷酷，只剩下极其浓烈的后怕。药拿到了，你看，千年雪莲完完整整的，你的病有救了。苏姐，我不只是想活着，我想和你一起活着。
下山，这里太冷了，你的伤口不能动。萧何，我自己能走。我知道。将赵家杀手全部押送回京，活的要留口供，死了的也要验明正身。这批人是弹劾赵家的铁证。是。陛下，赵家在北境万养私兵2000余人，截留朝廷军饷，私设关卡敛财，勾结地方官员隐瞒不报。今年7月，赵家派出杀手在北境雪山设伏，意图刺杀本王，并追杀民间医者苏锦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圣裁。臣附议赵家之罪，按大阉律当满门抄斩。臣亦有本奏：赵家在北境私设关卡，截留军饷，兵部已查实账目，请摄政王并陛下过目。准奏。娘娘，禁军已将宫门封了，摄政王下令。本宫听见了。本宫要见皇上。娘娘，皇上有旨，请您留在宫中。皇上，这些人要造反，你快下旨！贵妃赵母这些年勾结赵家刺杀本王，私通北境，干预朝政，今日还想挟持皇上，压下去！最后一步了。柳太医，待会儿我施针引毒，麻烦您盯着王爷的脉象，寸口脉若任何变化告诉我，立刻告诉我。有几成把握？你按时喝药，我有10成；你偷懒漏一副，就只有5成。心跳120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但这一关你必须自己扛过去。现在靠的是你自己的气血把毒往外推，忍住。脉象变了，左手关部沉涩，寒毒正在往指尖移动。排出来了，真的排出来了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。神乎其意，老夫今日才知何为真正的医者。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您盯脉盯了3个时辰，比我辛苦。王爷，容老臣回去将今日所有脉案和用药记录整理归档，老臣不敢私藏。来人，准备聘礼，本王要娶她，以正妻之礼，明媒正娶。
王妃之位事关国体，苏氏女出身乡野，恐难当大任。本王娶妻，不劳诸位费心，此事已定，无需再议。120台，整整120台，10里红妆，我活了60多年，头一回见10里红妆。爹，女儿今天回来了，您看，女儿过得很好。好，爹对不住你。姐，我以后也会像王爷那样有本事，我要护着你一辈子。你先把书读好，姐等着你做官的喜报。看见了没？摄政王亲自迎亲。那新娘子好漂亮，不是说是个农家女吗？这童身的气比世家小姐也不差。皇上驾到！朕来给皇叔贺喜，正好这道旨日也该今日宣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国家之基在于家事，社稷之辅赖于贤良。皇叔摄政王萧桓功高盖世，德备四方。辅政临朝，萧衣焕日，天下赖以安宁，黎民赖以安居。此有清河县苏氏女锦，性行温良，书甚端方，孝悌助于乡邻，仁惠薄于邻里。虽起自布衣，然怀瑾卧于冰雪聪明，其德其行，足以为天下妇人表率。朕闻之甚喜，特赐婚于摄政王萧桓为正妃。今特册苏氏锦为摄政王妃，赐一品诰命夫人10亿3千户。苏氏女锦起于阡陌，以女子之身行惠世之功，改良农术，使亩产倍增，解数县之饥，革新之法，开百户之业，活一方之民，精研医药，治膏方疗疾，济困扶危。其才可用，其心可托。今特封为惠民郡主，赐郡主官服，授金册金印，并赐全国农业改良推广之权。望儿秉心持政，福泽天下，钦此。接旨。臣女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苏姐姐，太妃说你种的粮食能让人吃饱，做的药膏能让女人变好看。朕觉得你这样的人就该当郡主。起来吧，王妃。哼，皇婶，我厉害吧？锦丫头，不对，现在该叫郡主了。你让我做京城分号的大管事，我一个乡下婆子。张婶儿，当年全村都嫌弃我的时候，是你第一个端来绿豆汤。这间店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放心。检测到宿主累计改善100万人生活，总积分已突破系统设定上限，系统最终协议启动，万物兑换系统使命完成，所有兑换记录清零，商城接口关闭。系统核心知识库将永久融合宿主意识，不再以任务形式存在，不再以积分形式兑换，所有知识和能力从此都是你自己的。什么都还在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这一切像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是你该得的。摄政王殿下要当爹了。